Hello，各位观众，你们好。那欢迎来到我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Big Joe。那今天呢，是我们采访金沙江创投投资人赵跃成的最后一期。那他曾经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做过谷歌产品经理，也自己创过业，现在呢是做一个投资人。那我作为一个产品经理，其实呢我是很喜欢向投资人学习请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啊很容易做的事情呢是一个具体的产品。当然，这是一件好事。一方面，你非常的 hands on，非常的这个跟产品打交道；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其实花时间去研究大势、大趋势的时间比较少，我们比较研究具体的东西。那我很喜欢向这个投资人请教，现在趋势是什么？大家看好什么？那这些事情呢，很好。今天呢，就有这个机会向岳晨来了解了解这个事情。比如说，现在2020年，岳晨作为一个投资人，你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研究？然后现在从创投来说，有哪些热点，哪些很好的赛道，在未来会很有发展呢？嗯，那当然，如果说起2020年哈，2020年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这样的一个，对吧？我们经历了可以说是经历了许多大家都没有预想到的一些事件。黑天鹅了。是的。所以呢，那在这个疫情的这种背景之下呢，其实很多之前大家看好的行业可能都会有些改变，然后包括可能有一些新的行业，大家可能之前没有太关注的，现在得到了关注。比如说在国内，远程办公、团队协作。这些赛道呢，其实过去的几年当然也有一部分投资人投资哈，但整体来讲，在国内一直都是不温不火，而且确实从客户需求方面来讲，一直都没有抬起来啊。包括这个视频会议，其实视频会议这个软件类别呢，其实大家一直都认为在国内应该有，而且应该受到这个用户的采纳，但其实一直在用户的这个需求量就不高。那疫情发生之后呢，突然间发现各种协同软件、各种视频软件、各种这个团队的整个效率管理软件，其实在国内突然间火了起来。而且呢，从我们的观察来看，经过这段时间的培训之后，经过这段时间大家习惯的养成，可能之后在企业管理层面，大家会更多的依赖于这一类软件，更多的依赖于远程办公。那这一类软哦，件和这一类产品，可能在疫情过去之后，可能也会有持续的发展。所以这个现在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赛道了。我可以问一下吗？你们为什么觉得这个事情会在疫情后还会有发展呢？会不会说现在大家没办法，所以只好远程办公、远程视频？以后如果疫情过去了，大家都去办公室上班了，那这个大家就都不用了？为什么你不会这么想呢？其实不会这么想，主要是因为我们能够看到哈，在疫情之前，在美国，远程办公和团队效率管理这样的软件已经开始普及开来了，而且在大部分公司的管理的 philosophy 管理概念里面，其实已经涵盖了这些而且大家也看到了这些软件和这些工作方式确实是能给一家公司运作带来很多效率上的提升那在中国其实一直都没有很多投资人的判断，我在内哈，主要是因为大家之前没有太试过。而且呢，嗯就是如果要去做尝试的话，有一定的 inertia，有一定的这个需要去有一定的工作需要去做吧，就是从企业学习成本。管理者对而且需要去学习对，所以这次疫情呢，让大家无论如何你都得学一遍，无论如何你都得这个 implement 一遍那既然已经 implement，既然已经学习到了，既然大家也看到了效果，因为确实我觉得远程办公在某些层面上确实是可以提高很多工作上的效率的。所以，既然大家看到了，既然大家已经学好了，既然大家也已经操作过了，那我相信在疫情过去之后，大家还会在某种程度上继续操作、继续学习、嗯继续采纳嗯这些远程办公和远程协同的这些软件和概念。这个东西我蛮同意的，我蛮同意的。其实就好比说，你有个新的软件，你本来要别人用，这个东西有所谓的用户获客成本，对吧？Customer acquisition cost。是的，那现在疫情一来，这个获客成本白白变成零了，就是你是的，不用获客了，这个人家逼着人家必须用这个软件，哎，那你这是的，个创业的很爽。是的。是的，其实在美国我们也能看到哈，就虽然说美国的市场比中国要成熟很多，但在美国其实也是就是过去的2到3个月，远程办公，特别是视频聊天的这一类软件，嗯，突然间火了起来谷是的。歌、微软都纷纷进入跟 Zoom 开始打拼。这个可能之前比如说谷歌并没有说这个是我的 company priority number one 但最近确实，当然我觉得 Big Joe 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分享一下哈，就是 Google 最近在这些方面的一些研究吧。但大家看到了这个机会，也都纷纷的进入了这个行业。我觉得主要不光是看好了这几个月的发展，更多是看好了疫情过去之后整个企业管理习惯的一个改变。好，那除了远程办公企业软件这个赛道之外，有没有别的赛道呢？如果要看其他赛道的话呢，Big Joe 在上一期其实你也提到了，我们之前其实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很多风投基金投资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就是消费端的各种科技平台。
所以像我们滴滴、小红书、饿了么、ofo、去哪儿，对吧？这些其实都是这种面对消费者的这种科技平台。那其实中国和美国最近几年的这种科技平台的投资并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不是说科技平台的机会不存在了，而是说没有像之前就是互联网平台这么大的一个white space， 这么大的一个蓝海。所以呢，大部分的基金的这个目标转移到刚才我们提到的企业服务，因为除了做这种消费类平台之外呢，大家看到了，其实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大部分的经济啊，还是存在于线下的经济，还没有被互联网，还没有被科技所推翻，所更新，所迭代。对，所以现在大家更多是看这样的机会，包括我在内哈，我认为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的这种做企业软件，帮助更多非科技企业去进行一个数字上的这样的一个 revolution。这个话题我想多问一下，因为我自己观察到美国的企业软件还蛮成熟的，比如说大家知道有 Salesforce 这种很牛的这个企业公司，对吧？等等。但是中国呢，我好像很少听说这样的，不管是办公啊，还是 CRM 啊，还是等等，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呢？现在这个它的这个门槛在什么地方，或者这个困难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如果说起来企业服务软件这个话题呢，中国一直的问题是在于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阶段其实并没有到达美国的这个成熟度啊。其实如果看美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每年的这种增速其实已经开始放缓了，所以大家。特别是企业在寻找新的成长点的时候呢，它不光是需要从这个市场的成长和它怎么去做前端的获客这个方面去考虑，它同时它也要考虑我从后端怎么去做好更多的效率的提升，我从后端怎么去做管理。所以特别是在后端管理这个方面呢，企业服务软件是可以给他们很多帮助的。但如果看中国呢，其实中国一直的问题就是说，不是说问题哈，中国的经济一直都存在一个非常快速增长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当企业在寻找增长点，或者当企业去尝试去提高他们的收入和利润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这个 focus 是放在前端的，更多的 focus 是放在我怎么去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我怎么去提高我的销售效率。那在这个方面呢，其实在企业服务，在软件能够做的事情就没有那么多了，软件能够做的事情更多是人员上的效率，更多是这个 process 上面的效率啊。所以这个是中国的企业服务软件一直都没有特别快的增长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吧。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中国的软件工程师的成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所以呢，中国的各种软件公司大多还都处在于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其实美国在最开始做软件的时候也是一样，做很多定制开发，做很多当地部署，所以中国的软件公司也有很多呀，但也都是为了每一个企业的具体需求去进行具体的开发，去给他们做当地部署，没有像美国最近10年到20年的这种 SaaS 的这种软件的这种普及。但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中国现在软件工程师的薪水也在慢慢的上升，软件开发的成本也在慢慢的上升，所以呢，我相信在未来的10年，这种 SaaS 软件或者是这种标准性的软件，在国内企业的 adoption 肯定会迅速的增加。那我稍微的这个总结一下，请您刚讲2点。第一个就是一个历史阶段的原因，就是以前呢，中国的发展主要是比较粗放，所以说呢，可以很多的从消费者端获得增长。但是呢，现在呢，可能已经到了一个节点，就这个节点以后呢，会有很多的需求是做效率的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人员成本角度来说，如果工程师便宜，那每家公司都可以做自己定制的软件。但现在这种做法呢，越来越贵，所以应该会有些软件公司会做一些像 SaaS 的这种平台型的，大家都可以用的一样的软件来做这个东西，对吧？是的。那关于这个企业软件呢，其实一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悖论在这个地方吧，就是到底是你要把这个软件做的多么的定制化，对吧？你如果去企业去卖，别人肯定说你最好做一个跟我企业量身定制的，对吧？但是你也不可能，因为你的成本上、规模上上不去。那你要说我就做一个云端的，所有人都是一样的，那说不定人家企业不会买，因为会觉得你这个不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那比如你们现在看的企业解决这个问题解决比较好的是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呢？我觉得这个要看具体的应用，对，而且要看市场趋势。我觉得还是要看市场趋势。比如说 ，again， 我觉得如果看美国的企业在他们去采购软件的时候，他们其实不会过度的去问这个问题哈，他们不会过度的去问你的软件到底是不是customizable， 或者是对吧特别具体的说要变成我的企业特别需要的某一类啊，因为毕竟美国企业它有足够深的理解，就是说我要是不买你的软件，我可能我不买 A 的软件，我就能买 B 的软件，我就能买 C 的软件。如果我这3家软件我都不买的话，那我就得自己去开发，那我自己开发的成本太高了，我不可能去做这件事情，对吧？那在国内呢，其实现在还没有，就是
我觉得现在正在往这个方向去走，但还没有到。所以你在国内作为特别是一家大企业，他在去做选择的时候，我可以选择 A、B、C， 或者是我确实可以选择自己开发。所以呢，在很多这些场景里面，如果你的软件没有那么的复杂，或者是开发成本并不是特别的高，那你可能就非常深的需要去考虑你怎么为每一家企业去做量身定制，这样的话可能才能真正卖到这家企业里面去。那另外的一些使用场景可能对科技的和对技术的要求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从我们的一家被投公司来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有一家被投公司叫做 DataVisor， 它做的是什么呢？它专门做的是给企业做反欺诈的业务。那反欺诈的业务是一个技术性特别强，对数据分析能力要求特别高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那如果你不使用 DataVisor 的平台，如果你不跟 DataVisor 签合同，不让 DataVisor 去给你提供服务，你确实可以选择自己去做，用你自己的团队，或者是找什么其他的团队来做，但他们做的效果可能远远不如我们 DataVisor 团队。所以在这种的一个选择的这个框架之下呢，中国的企业就需要去考虑这个 ROI 了啊。那可能这个使用 DataVisor 的这个服务的 ROI 会比自己去开发的这种 ROI 要大很多，所以 DataVisor 就可以迈进去。虽然说它的服务可能并不是特别的 custom。我觉得讲的很有道理，很有哲理。就是说，为了让一个东西能够规模化 scalable， 你肯定不能跟大家都定制。那么大家在使用这个时候，因为每家公司不一样嘛，但一定有一个学习成本。那之所以这个学习成本能够被抵消，是因为你提供了别人提供不了价值。就比如说你这个软件做的特别牛，像你们说这个软件一样，由于它必须得使用你这个技能，所以他愿意去学习怎么用这个软件，而不是让你定制给他。我想这是一个，我觉得如果我们的这个电视机前有做企业软件或者做企业创业的朋友，你们可以思考的一个角度吧，就怎么能够让你的这个软件做得很独特，然后呢，独特到就从功能角度来说，别人必须要去依赖你，这样你就可以不需要做的太定制化，这样你比较 scalable 一点。其实不光是从功能的角度哈，就是我觉得，当然again，美国的市场要比中国的市场要成熟很多。但如果我们看美国的市场，很多这种企业服务软件，它都是从一个平台化、从一个生态化的角度去给自己建立了很多壁垒啊。比如说我最喜欢的这个例子就是美国的 Shopify， 它作为一个 e-commerce platform， 对，它作为一个 e-commerce platform， 其实你说本身建立一个 e-commerce 网站的这个技术壁垒高吗？其实它并不高啊。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公司都能够提供类似的软件，但它因为它本身做的就是最好的，它是行业的顶尖，它做的是最好用的。那它通过做的最好用了，它得到了很多这些企业的business， 对吧？那很多企业都开始用 Shopify， 开始用 Shopify 之后 ，Shopify 自己建立了一个生态，在这个生态里面，更多其他的开发者可以在这个平台之上开发更多其他的功能，更多其他的软件。所以如果我是一个 e-commerce 老板，那我要去选择一个平台去开发我的 e-commerce 网站的时候，你是愿意去选择 Shopify 呢，还是你是愿意去选择一个其他的一家公司呢？ Shopify 能够提供给你的是既能够给你一些基础的功能，又能够给你提供无限的选择。你可以通过它的 Shopify Platform Marketplace 去寻找各种各样的 solution 啊，帮你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那这个另外一家公司的给你的 solution 呢，可能没有这么多选择，没有这么 versatile。那作为一家 e-commerce 老板，我肯定会去选择 Shopify。其实我觉得这个点又有一个很有哲理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如果你把你自己当做一个单向的平台的话，比如说你跟 A 公司签，跟 B 公司签，跟 C 公司签，对吧？那你最终还会有一个这个是否定制的问题。但如果你把自己当做一个双向平台，这边是公司，这边是开发者，就你有一些类似于这种 plugin 啊或者 add on 啊这种东西，你做一个双向平台的时候，那你只要做一个scalable 的 solution， 有一个很高的扩展 solution， 让很多的企业开始用你。这样这些做 add-on 的人就会愿意选你平台做，这样最后就双方就都开始有这个 scale 了。对，其实你就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平台，其实就像我们之前投资的这个消费端的平台的逻辑就非常像了。所以你看美国的很多特别大的这些软件公司，这些 SaaS 企业都是这样的逻辑。微软可能是第一个，我作为 Windows 啊，我的 Windows 软件特别好用啊，所以大家都开始用 Windows。那所有的软件开发者都开始在 Windows 基础之上去开发软件啊。那从 Windows 到 Salesforce 的逻辑是一样的，从 Salesforce 到 Shopify， 从 Shopify 到 Square， 那可能从 Square 再往后啊，会有更多的这种企业会去使用这样的一个竞争逻辑。不错不错，而且今天这个对话我自己学到不少，不错不错。好，能不能够点评一下你们基金最近投资的一些成功的案例啊？对，我们最近其实有投资一家这个曲小音，我记得曲小音可能也是这个 Big Joe 节目之前的一位嘉宾哈，他是斯坦福的 MBA 啊，但是他上完了1年之后呢，他就决定 drop out 自己去创业了。那我们投资小音也是因为特别看好他现在做的软件类别，也就是说他在做这个线上的视频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叫做 Run the World。那
我们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当时看到的趋势就是，我们认为未来的更多的线下活动肯定会有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 component 啊，不管是直播还是线下活动直接搬到线上，这样的话能够提高各种活动的效率。我们都认为这个是未来的趋势。那疫情其实也大大的加速了这个整个的这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改变。所以现在我觉得小银的平台，小银这个时机点实在是掐得太准了。他这个我觉得他在创业做的时候产品然后疫情就来了。对，他在做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想到，包括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就是去年夏天的时候，当然也不会知道是2020年一定会有一个疫情的这样的一个黑天事件，但这样的事件真的是大大的加速了整个它的平台发展机会。那你当时投小银的这个项目，除了说这个产品以外，你对他们团队当时怎么判断呢？当时判断小英的团队呢，当时我们投资的时候，小英团队只有2个人，一个是小英，一个是蒋璇啊。那2个人呢都是非常强的女性创业者，而且2个人都是之前在 Facebook 做过一段时间的创业者。所以呢，我们接触他们的时候呢，第一感觉就是这2个人非常的 ambitious， 非常的 ambitious，他们想要去做一家非常 world changing 的这样的一家公司。所以我们首先能够看到这一点，然后我们看到呢，就是执行能力特别强。小英的执行能力特别强，他的执行速度也特别的快，所以在早期做创业的时候，执行能力和执行速度是非常关键的。他会决定到这家公司是死是活。所以呢，基于这2点，然后包括我们其实跟小英的我们跟小英的关系也非常的熟了，从他刚刚入学到想各种各样的 idea， 到最终决定要做这个 idea， 到最终决定从 Stanford 出来，其实我们都是一路陪伴的。所以呢，这个投资决策也相对来说非常的简单。这个地方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听说创业者跟投资人最好是认识的时间长一点比较好，而不是说萍水相逢找你给你一个 BP 你看一下，而是最好是这人已经认识很久了，已经了解了，是这样吗？当然这个是最 ideal 哈，但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多。对其实一个创业者和一个投资人相识的时间越久互相的这个信任度就越高嘛，所以呢大家一起合作起来的工作效率也会越高。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确实是比较好的，而且能够互相了解那当投资人选择创业者，当创业者选择投资人的时候这个决定也相对来说更简单一些。不要忘记哦，其实在现在的这个市场里面，不光是投资人选择创业者，更多是创业者选择投资人。创业者希望能够找到跟他志同道合的投资人，能够帮助他的投资人，相对来说了解他的产品，了解他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投资人，而不是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这样的一个金钱方面的一个投资人。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你没看过的话，可以看我们频道之前对小英的采访。当时采访他的时候呢，他从 Facebook 辞职，然后去斯坦福念 MBA。后来呢，就是他辍学了，就 MBA 没读完，就创业去了，就拿了许多风投的钱，比如说金沙江里面的钱和其他的一家创业公司的钱，不对，投资基金的钱，然后现在就在创业，在做这个 Roundabout。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小英的这个创业项目能够成功，这样他成功了，你们也成功了。那么你一定看过很多的创业的项目，一定看过很多创业的这个创业者吧？你觉得成功的创业者有什么共同点？以及你如果现在有人要创业，问你，你给他什么建议？我觉得成功的创业者，第一，他肯定是有一个非常看好的领域和机会他找到了，或者是他正在很努力的去寻找因为我觉得其实创业的话，方向真的是特别重要，不是说这个方向的成长机会特别大，或者这个是所谓的什么蓝海我觉得更多是这个创业者特别看好，特别愿意去把接下来的3年、5年、10年、20年的人生这个时间都投到这个机会上因为创业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不是说我有一个团队，我有一个想法，我有一个产品，我这个就能够成功了很多时候都需要特别是在最开始的几年时间去做各种各样的探索所以呢，我觉得必须要有足够多的 passion 才能够真正坚持下来，探索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这样的一个产品才能去做那第二呢，就是说我觉得创业者非常需要这种耐心，非常需要耐心因为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它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曲线，而它是一个特别是这样的一个曲线，会有各种起起伏伏。那可能你做了一段时间，你会觉得自己做的不错，突然间某件事情发生了，或者是突然间这个市场变化了，那你可能会突然间发现 ，OK， 我需要从零开始，我需要从头开始了。那我如果从头开始的话，我下一步我怎么走或者是觉得自己做的不错，突然间资金链断了，之前所有做的工作都白费了，突然间需要重新开始。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有非常大的波动的这样的一个人生选择吧，所以我觉得作为任何创业者来说，都必须要 embrace 这样的一个
一个人生体验才可以。嗯，对，然后第三呢，我觉得作为创业者来说呢，就是你真的是需要去花很多时间，不光是从这个 execution 的这个方面，从 operation 这个方面去思考事情，你还需要去花很多时间从战略方面去思考事情，你需要去花大量的时间去搜集各种各样的信息，然后呢，通过搜集信息来帮你去定这个公司的战略。所以呢，我觉得一个好的创业者不光是能够去 operate， 更多是能够在战略层面去做很多的思考。好，很有道理。好，接下来呢，你能不能说看你有没有什么人生的心法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心法吧。大家如果看到我的简历的话，也会看到，其实我在过去的几年做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哈。感觉一帆风顺。其实我觉得每一次都是选择了一些觉得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吧。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这几年经历下来学到的最重要的 lesson 了就是每次都要去做自己想去做的事情，每次都要去 challenge 自己，去 push 自己，去做一些自己可能不太擅长，或者是之前没有太考虑过自己真正能够去做的。比如说当时我去做创业，或者当时我之后决定去做投资，或者甚至我从 Google 出来去 Uber 去当产品经理，其实每一次都是特别的 push 自己，而且是把自己扔到一个自己非常 uncomfortable 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但我觉得往往是在这种环境里面才会得到最多的个人成长而且每次做决定呢，不是说我也没有想好说我一定是一个 upward trajectory 那有些人可能觉得我从 Uber 去一家中国很小的创业公司，或者甚至自己再出来创业，这是一个在走人生下坡路，这个薪水直线下降的这样的一个。我没觉得，我觉得创业是王道呀。我觉得这个要看个人了，但是呢，很多时候在做很难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可能会看到身边其他的人，特别是之前的老朋友、老同事，可能会看到他们的一些成功，觉得自己为什么不成功呀？但我觉得不要着急，不要害怕因为人生的这个轨道不是一个直线，它是有各种曲折的。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赵月成3期节目起来的分享，学到了很多。那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到你们呢？这是我们给每个嘉宾的一个小福利。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可以帮助我吧。那大家如果对创业感兴趣，或者认识身边的一些比较优秀的创业者那这个也欢迎直接 reach 到我然后呢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你的这个创业方向，然后希望我也能够帮上你们。那你的联系方式是什么呢？我的联系方式就是我的邮件，要不然这个 Big Joe 到时候把我的邮件可以放在视频下方，或者是直接可以打在屏幕上。好的，谢谢月成的这样一个分享。那我们3期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呢，要告一段落了。那这个今天的结束呢，也记得大家看到屏幕上的这个2维码哈，请扫码加入我们的观众群。然后呢，我们这个喜欢的话，请点赞、评论、转发，在 YouTube 上点那个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了。也欢迎在哔哩哔哩上给我们3连支持，感谢大家。好，谢谢大家，谢谢 Big Joe，节目就到这地方，谢谢月成，谢谢大家，拜拜。拜拜。